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两岸婚姻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几天我朋友小芳跟我讲的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，讲述了她去看牙医时发生的一件小事。但是这件小事却体现了大陆和台湾医疗体系的巨大差异，也打破了许多大陆人对台湾医疗的刻板印象。小芳是江苏人，3年前经我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台湾老公阿杰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恋爱就闪婚了。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小芳一直留在台湾，没回大陆。刚到台湾时，小芳对台湾的一切都感到新奇，但也有不少担忧。尤其是医疗方面，她一直以为台湾医疗条件不如大陆，心里多少有些忐忑。直到前段时间，小芳的一颗智齿开始作怪，疼得她整宿睡不着觉。阿杰看不下去了，说：老婆，我陪你去看牙医吧。小芳心里其实挺抗拒的。在大陆时，她有过看牙医的阴影，排队3小时，看病3分钟，医生态度冷淡，加上器械消毒不彻底的担忧，每次去都是心惊胆战。但是疼痛实在难忍，她只好硬着头皮跟阿杰去了。到了台湾的牙科诊所，小芳惊呆了，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。首先，诊所环境超级干净整洁，看起来就像高档酒店的大堂。前台的护士笑容可掬，询问她的情况后，递给她一份详细的表格填写。这份表格不仅询问了基本信息，还有过敏史、家族病史等细节。小芳心想，哇，这也太细致了吧。填完表格后，护士告诉小芳，请稍等，医生马上就能为您服务。小芳习惯性的准备长时间等待，掏出手机准备刷剧打发时间。没想到才刷了2条抖音，护士就叫她进去了，这速度震惊我10000年。进了诊室，小芳更惊讶了，诊室宽敞明亮，设备看起来都很先进。牙医陈医生50多岁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。他先是亲切地问候小芳，你好，哪里不舒服呢？小芳指了指自己疼痛的部位，陈医生点点头，然后转向阿杰说，这是你太太吗？阿杰点头，是的，我太太。陈医生笑着说，你太太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呢。小芳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是大陆人，江苏的。陈医生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来，躺下，我们先拍个 X 光片看看情况。拍完 X 光片后，陈医生仔细查看了小芳的口腔，然后指着电脑屏幕上的 X 光片解释道，你这颗智齿长得有点歪，压迫到了旁边的牙齿，所以会疼，建议拔掉，不然以后可能会引起更多问题。小芳有点担心，拔牙会不会很疼啊？陈医生微笑着安慰她，别担心，我们会先打麻药，你不会感到疼痛的。而且我们这里的设备和技术都很先进，拔牙过程很快的。就在这时，陈医生忽然问阿杰，你太太是从大陆来的，那你要注意。小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她心想，完了完了，是不是台湾医生看不起大陆病人？是不是要说我们大陆人怎么样了？没想到陈医生接下来的话却让小芳大吃一惊，你要注意帮他申请健保卡，外籍配偶在台湾满6个月就可以加入健保了。有了健保卡看病很方便，也便宜很多。像今天这种简单的智齿拔除，有健保只需要支付几百台币就可以了。小芳惊讶地看向阿杰，阿杰点点头说，我们已经办好了，他有健保卡了。陈医生满意的点点头，那就好。很多大陆来的朋友不了解台湾的健保制度，错过了很多福利。我们台湾的健保系统虽然不完美，但在世界上也是数1数2的，覆盖面广，自付比例低，大家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。小芳这下真的惊讶了。在大陆，她去公立医院看病，总是人山人海，排队时间长，医生看病时间短。而私立医院虽然服务好，但价格高得让人啧舌。没想到在台湾，普通诊所的服务就这么好，价格还很亲民。陈医生看出了小芳的惊讶，笑着说，你是不是很意外？很多第一次来台湾的大陆朋友都有这种反应。其实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全球都是很有竞争力的，尤其是牙科和美容医学，在亚洲地区都是数1数2的。接着陈医生又跟小芳解释了台湾健保的运作方式。我们的健保是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，
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合法居留的外国人，只要缴纳保费就能享受相同的医疗待遇。而且保费是按照收入比例缴纳的，有工作的人帮没工作的家属分担部分保费，非常人性化。小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在大陆虽然也有医保制度，但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与台湾相比还是有差距的。而且因为人口基数大，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紧张，常常需要跑很多次医院，排很长时间的队。陈医生准备好了拔牙的工具，又叮嘱小芳，拔完牙后要注意休息，不要吃太烫或太硬的食物，也不要用力漱口，以免引起出血。小芳乖乖点头。陈医生给她打了麻药，然后开始了拔牙手术。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小芳几乎没感到什么疼痛。手术结束后，陈医生还给她开了消炎药和止痛药，并详细解释了每种药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。结账时，小芳发现自己只需支付不到300台币，这个价格让她再次震惊。要知道，在大陆的一线城市，拔一颗智齿没有1-2千块下不来，而且还不包括术后的药物费用。回家路上，小芳忍不住感叹，我以前真的对台湾有很多误解啊，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医疗条件肯定也不会好。没想到人家不仅技术好，服务也好，价格还这么亲民。阿杰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台湾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但医疗系统确实是我们的骄傲之一。特别是健保制度，虽然每个月都要缴费，但生病时真的省心又省钱。小芳想起了在大陆的朋友们，每次谈到台湾，大家总是用穷落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，甚至有人说台湾的医疗技术落后，来台湾看病不如去泰国或者韩国。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的偏见。几天后，小芳在牙龈肿痛得厉害，阿杰连忙带她回诊所复诊。陈医生检查后发现是术后感染，立即给她调整了药物，并安排了后续的治疗计划。全程态度亲切，解释详尽，完全不像小芳在大陆经历过的看病如赶集的感觉。这次经历让小芳对台湾的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，她开始明白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在民生领域，特别是医疗健康方面，却有着许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。小芳把这次看牙医的经历分享到了朋友圈，引来了不少大陆朋友的惊讶和讨论。有人质疑她是不是被台湾老公洗脑了，也有人表示想来台湾体验一下这样的医疗服务。小芳笑着回复道，不是洗脑，是亲身体验。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台湾看看，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。两岸各有优缺点，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。这次看牙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小芳对台湾医疗的看法，她开始主动了解台湾的健保制度，发现台湾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保以来，已经覆盖了 99% 以上的人口，包括本地人和合法居留的外国人。每个参保人只需支付约 6% 的收入作为保费，就能享受全面的医疗保障。小芳越研究越震惊，她发现台湾的健保制度不仅仅是看病便宜这么简单，而是整个医疗体系的系统性优势。比如说，台湾实行了分级医疗制度，鼓励民众先到基层诊所就医，有需要再转诊到大医院，这样既减轻了大医院的压力，也让医疗资源分配更加合理。而在大陆，虽然也在推行分级诊疗，但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基层医疗机构，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，基层医院门可罗雀。小芳想起了自己在北京3甲医院看病的经历，凌晨5点去排队挂号，排到9点才轮到。医生只给了3分钟的问诊时间，还没等他把症状说完，就被催促着离开了。台湾的医生真的好有耐心啊，小芳感叹道。他发现台湾医生不仅会认真听患者描述症状，还会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甚至会关心患者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。这种全人医疗的理念让小芳感受到了被尊重和关怀。有一次，小芳陪阿杰的妈妈去看风湿科，老人家行动不便，医生二话不说就叫护士搬来轮椅，亲自推着老人家去做检查。检查完毕后，医生还拿出平板电脑，用图像和视频向老人家解释病情，耐心回答老人家的每一个问题。最后，医生还特意叮嘱小芳和阿杰如何在家护理老人家，哪些活动适合做，哪些食物应该避免。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医患关系的认知。
小芳对阿杰说，在大陆，医患关系通常是紧张的，甚至有时候是对立的。患者不信任医生，医生害怕患者闹事，双方都处于防备状态。但在台湾，医生和患者更像是合作伙伴，共同面对疾病。阿杰笑着解释，这可能和台湾的医疗体制有关。台湾医生的收入相对稳定，不依赖开大处方或不必要的检查来增加收入。而且台湾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比较完善，医生不必过度防御性质疑。小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她想起在大陆，医生要同时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，根本没时间和每个患者深入交流。而且由于医保报销比例低，很多患者看病都是能省则省，拖到不能再拖才去医院。结果小病拖成大病，治疗难度和成本都大大增加。但台湾医疗也有不足之处啊，阿杰实事求是地说。比如说，健保给医院的给付偏低，导致某些专科医生短缺。再比如，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仍然不足，乡下人看病还是不太方便。小芳点点头，大陆也是这样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，好医院好医生都集中在大城市。但我感觉台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比大陆做得好，至少台东、花莲这样的偏远地区也有不错的医院。这段对话让小芳想起了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台湾和大陆医疗体系的根本差异。台湾的医疗体系更注重以人为本，而大陆的医疗体系则更强调以疾病为中心。这种差异反映在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，从问诊流程到治疗方案，从医患关系到医院管理。有一次，小芳感冒了，阿杰带她去社区诊所看病。医生不仅询问了她的症状，还关心她最近的生活状况、饮食习惯和心理状态。医生说，感冒可能和你最近压力大、休息不好有关，要不要考虑休息几天？这种全面的关怀让小芳很感动。在大陆，由于患者众多，医生通常只关注疾病本身，很少有时间去了解患者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。而在台湾，医生更注重治未病的理念，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心理疏导来预防疾病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台湾人均寿命比大陆长了。小芳恍然大悟，不仅仅是因为台湾经济发展早，更因为台湾的医疗体系和健康理念更先进。据小芳了解，台湾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，接近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。而大陆虽然医疗技术和装备在飞速发展，但人均寿命仍然落后于台湾。这其中的差异不仅仅是医疗技术的问题，更是医疗体系和健康理念的差异。但大陆的医疗技术在某些领域已经很先进了啊，小芳不无骄傲地说。比如说，大陆的 AI 辅助诊断、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发展很快，一些顶尖医院的设备和技术甚至超越了台湾。阿杰点点头，是啊，大陆在高精尖医疗技术上确实进步很快。但医疗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一个系统工程。台湾的优势在于整个医疗体系的协调性和可及性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且优质的医疗服务。小芳想起了陈医生的话，医疗的本质是服务，而不仅仅是技术。再先进的技术，如果老百姓享受不到，也没有意义。这句话让小芳陷入了深思。在大陆，优质医疗资源往往被少数人垄断，普通人要么排长队等公立医院，要么花高价去私立医院。而在台湾，虽然没有超级豪华的 VIP 病房，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且优质的医疗服务。这才是真正的医疗公平啊，小芳感叹道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芳对台湾医疗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。她发现台湾医疗的另一个特点是透明度高，医生会详细解释每一项检查和药物的必要性和作用，患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计划。而在大陆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很普遍，患者往往不清楚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，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，吃这些药。有一次，阿杰的爸爸需要做心脏手术，在手术前，医生专门安排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详细解释手术的流程、风险和术后注意事项。医生甚至用模型展示了手术的具体步骤，让家属充分了解手术的每一个细节。这种透明度让阿杰一家人感到安心和尊重。在大陆，即使是大手术，医生也可能只简单解释几句，然后就匆匆离开了。
小芳回忆道，我姑姑做胆囊手术，从入院到出院，家属总共见到主刀医生不超过10分钟，其他时间都是实习医生或住院医师在应付。阿杰点点头，这可能和医生的工作量有关。台湾医生每天看的病人数量有限，有足够的时间和每个患者沟通，而大陆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，哪有时间细致解释啊？小芳若有所思，但这也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啊。如果大陆的医疗资源分配更均衡，如果分级诊疗能真正落实，如果基层医院能得到更多支持，医生的工作量就不会这么大了。阿杰笑着握住小芳的手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台湾人了，很理性，很全面。小芳撇撇嘴，那是，跟你这个理工男生活久了，也被你传染了。两人相视而笑。这种跨越海峡的爱情，不仅让小芳收获了幸福，也让她对两岸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。除了医疗服务本身，小芳还发现台湾的药品管理也很不一样。在台湾，很多非处方药都可以在便利店或药妆店买到，价格透明，质量有保障。而在大陆，药品渠道复杂，价格差异大，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生。我在台湾从来不担心买到假药，小芳说，而且药师会详细解释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，不像大陆的一些药店，只顾着推销昂贵的保健品。阿杰笑着补充，台湾的药师地位很高，职责也很重要。他们不仅负责药品调配，还要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和药物治疗管理。很多慢性病患者都有自己的专属药师，定期回访和调整用药。听了阿杰的话，小芳不禁感慨，这就是真正的专业分工啊！医生负责诊断和治疗，药师负责用药指导，护士负责照护，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，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在大陆，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，医生往往身兼数职，不仅要诊断治疗，还要开药，做基础护理，填写各种表格等。这种全能型医生模式虽然看起来效率高，但实际上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和质量。但大陆的医疗改革也在进行中啊，小芳不无骄傲地说。比如说，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推行家庭医生制度，鼓励慢性病患者签约家庭医生，定期随访和健康管理。这不是在学习台湾和欧美的先进经验吗？阿杰点点头，是啊，两岸在医疗领域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。台湾的健保制度和分级医疗可以为大陆提供参考，而大陆在医疗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的探索也值得台湾学习。小芳微微一笑，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医疗的本质都是为了解除人民的病痛，提高生活质量，只要目标一致，方式方法可以各有不同。阿杰笑着补充，而且随着两岸民间交流的增加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跨海婚姻，两岸医疗体系的优势互补会越来越明显。小芳点点头，她想起了那次看牙医的经历，想起了陈医生那句你要注意后面 unexpected 的话。那不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，更是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真实写照。或许这就是两岸融合的开始吧。小芳心想，从医疗到教育，从文化到经济，两岸在竞争中合作，在合作中共同进步。几个月后，小芳的智齿伤口完全愈合了，她再次去陈医生那里复查。陈医生看了看她的恢复情况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恢复得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小芳感激地说，谢谢陈医生。我在大陆的朋友听说我在台湾看牙又便宜又好，都羡慕死了。陈医生笑着说，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医疗各有优势，台湾的健保制度和医患关系值得大陆学习，而大陆在医疗技术和信息化方面的发展也值得台湾借鉴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在哪里，医生的使命都是救死扶伤，为患者解除痛苦。小芳点点头，是啊，医者仁心，不分海峡两岸，走出诊所，阳光明媚，微风拂面。小芳挽着阿杰的手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感动。这次看牙医的经历，不仅治好了他的智齿，更让他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，对两岸医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回去我要写篇文章，告诉大家台湾医疗的真实情况。小芳兴奋地说，打破那些刻板印象，让更多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。阿杰笑着点点头，
好啊，我支持你。两岸一家亲，互相了解才能互相尊重和欣赏。小芳靠在阿杰肩上，心里暖暖的。她知道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无论是医疗还是其他方面，都在不断进步和完善。而这种进步需要两岸民众的共同努力和相互支持。或许这就是我嫁到台湾的意义吧。小芳心想，成为两岸交流的小使者，传递真实、全面、客观的信息，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尊重。想到这里，小芳不禁微微一笑。那句你要注意后面 unexpected 的话，或许就是两岸关系的缩影。隔阂和误解背后是血浓于水的天然亲近和相互关心。两岸一家亲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写照。小芳在心里默默地说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